家好，我是议员。我看到有不少的观众叫我做这一次活动礼包的影片。OK， 首先瀚海之星第一个礼包有2个玲珑骰，然后第二个礼包有3个玲珑骰，第3个青铜的礼包里面有5个玲珑骰，第4个白银的礼包里面有9个玲珑骰，然后这个瀚海之星它是有3个黄金宝箱的，一个宝箱里面有18个玲珑骰。如果你们把这个礼包全部买下来的话，总共有73个玲珑骰。不过各位要注意，这个是瀚海之星的礼包，就是我们点开礼包界面的时候看到整面都是它的。为什么要区分呢？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礼包叫踏月追风，也是有玲珑骰的，但是它给玲珑骰的数量会比较少。石料礼包只有1个，黑铁礼包2个，这里明显就已经少了1倍。然后第3个青铜礼包3个，白银宝箱里面有6个，然后最后黄金宝箱里面有11个。但是这个超值礼包里面买到的礼包只有1个黄金而已。所以对比这2个礼包比较值得的就是瀚海之星，反而踏月追风它给的数量没有这么多，但是价格是差不多的，就没有这么值得。并且如果你们买瀚海之星的话，是有3个黄金宝箱，3个黄金宝箱里面给的数量会比较多一点。就算我们不要计算到后面另外2个黄金宝箱，只是计算1个黄金宝箱而已，一个拿到37个玲珑骰，另外一个只有22个玲珑骰，所以对比起来还是左手边瀚海之星比较值得。当然你有钱你要买完所有礼包也是 OK 的。那么玲珑骰有什么作用呢？就是玩这个骆驼的活动，因为这一次周年庆商店里面可以兑换的东西还蛮多的，然后我们要获得硬币的方法就只能通过玲珑骰这边获得的数量会比较多。在没有购买礼包的情况下，一个玲珑骰原本的价格就需要花1000了，所以要不要购买礼包，要不要去完成这一次的活动，取决于你在周年商店有没有你想要的东西。那如果你是通过礼包获得玲珑骰去玩这个活动的话，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因为这边有600多步，等于说如果你要走到最后的话，肯定是需要花宝石去购买玲珑骰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一般来讲，你走到大概200到300步左右的时候，你手头上拥有的周年硬币都还蛮多了，可以去周年商店那边兑换奖励了，没有必要走到最后。所以要不要花宝石花钱去购买礼包呢，就要看你们自己了。正常情况一个骰子可以走2步，运气好的话可能一个骰子可以走3步左右，但是正常情况下是2步啦。运气真的非常糟糕的话，就大概一个骰子走1步而已。这里我会给大家知道，如果你把礼包里面所有的骰子买光，并且把那些比较便宜的骰子买光的话，可以走到多少步。那么这里我是走到265步，就连一半都没有到，然后我可以获得830个周年币。那这里我也是帮各位算了一下，如果你们想要兑换这3排的东西，其实是不够用了，这里加起来总共要2000多个周年币左右，等于说你可能要取舍一些东西了，像是皮肤你不想要的话可以不要换，你的金头够多的话也是可以不用换，你换了一些洗炼石啊或者是重置石之类的就可以了。也因为这边开销的硬币数量比较大，所以这边没有办法清空商店是很正常的。在看完玲珑骰的礼包之后，现在我们看船长的宏愿。那购买第一个礼包的时候，其实可以拿到名牌，在石料的礼包里面会给50个羽毛，并且这个礼包给的加速其实会比较多一点。在黑铁的礼包就会给一个头像框，有80个羽毛，青铜礼包里面会给100个羽毛，下一个白银宝箱里面会给200个羽毛，最后是黄金礼包，这个礼包里面总共有3个黄金宝箱，每一个黄金宝箱可以拿到300个羽毛，总共可以获得1330个羽毛。那礼包除了可以购买礼包获得之外，其实完成青野奇遇也是一样可以获得道具，可以拿到钥匙，也可以拿到羽毛。这里我也是帮大家去测试过了，最大极限你总共可以拿到100把钥匙，加上10个羽毛。羽毛除了打羽毛人可以获得之外，还有城内采集、城外采集都可以拿到，但是每个项目都会出现6次而已，相当于我们可以拿到2400把钥匙，还有240个羽毛。那么需要准备多少的羽毛才可以完成这一次的7000宝石活动呢？那如果你是像我这个画面上只是光靠礼包里面可以获得的羽毛去完成7000宝石活动的话，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像我这里最后是升到22等级，也就是说你们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去完成活动啦，不能光靠礼包而已。如果你们没有去玩骆驼活动的话，没有办法获得周年币，就是获得的数量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其实可以通过7000宝石最后一排那边拿到少量的周年币，就看你们要不要去购买礼包而已。如果你是完成了7000宝石活动，并且把7000宝石的项目买光的话，总共可以获得1130把钥匙，这样就可以去周年庆商店那边兑换奖励了。也就是说，不一定要获得周年硬币去兑换周年硬币能够兑换的界面，一般没有花钱的玩家还是可以兑换奖励的，只是数量会比较少一点。那以上就是这一次活动可以买到的礼包，还有一些礼包里面的解说玩法。
但7000宝石活动的礼包我觉得不一定要买，因为我们可以日常去完成那个活动，只是7000宝石活动礼包里面给的加速会比较多而已。刚好这个账号也是有买到国器之中啊，也是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可以拿到多少个军器箱子，里面有包括紫色还有金色的军器，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玩家应该都不会去购买啦只有那些可能在先锋王国或者是有花钱的玩家才会去购买而已。这个礼包可以买到3个黄金宝箱。在影片的最后当然是要分享我这2个账号在这1年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上面是我全骑兵的账号，下面是960的账号，因为我这2个账号的差距其实还蛮大的，所以也是分享给各位看。那可以看到我骑兵账号注册的时间比较早，在2018年的时候9月，然后960的账号是在2019年4月。骑兵账号固定都是用德意志文明啊，然后960账号有时候用奥斯曼，有时候要爆兵的时候就会换德意志。当然在线时间你们也是可以看到差别，因为在960打仗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所以在线时间也会比较长。还有在960账号训练部队的数量会比较多，所以可以看到这边战力提升有5278万。在3月16日的时候，那个时期是在跟93打这 KVK， 所以那个时候需要用到比较多的部队，战力提升也会比较高。野蛮人方面大家应该不感兴趣吧，所以我们跳过这个。花了多少的宝石还有 VIP 你们可以看到我的骑兵账号依然还在 VIP 17，然后所花的宝石只有99万，差不多接近100万。但是在960的账号是有 VIP 18的，并且是已经花了1375万的宝石比我的骑兵账号还要多出几十倍还有消耗的资源数量不一样，毕竟一个是打先锋的 KVK， 另外一个是普通王国的 KVK， 所以可以看到在960所花的资源数量是我骑兵账号的大概6到7倍左右。那么事实上最喜欢的资源不是食物，而是食物比较容易采集比较多的地方可以让我采集到食物。如果允许的情况下，我当然是希望可以拿到更多的金币啦。提供资源的部分我不确定是不是出现了 bug， 它这边不是写玩家的名字，而是写这个什么战力吗？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跳过。那么这2个账号也是一样，我用比较多的部队都是骑兵，只是因为这2个账号的战力不一样，然后里面拥有的兵量也是不太一样。加上一个是普通王国，另外一个是先锋王国，可以看到我在先锋王国击杀的数量是比起我骑兵账号还要多出了5倍。但是960的账号是没有参加任何埃及之战的因为我自己也不得空，我自己的账号也在打着，我打了23场，赢了19场。最后的最后，我使用最多的统帅就是火骑兵，2个账号都一样。这一赛罗利的数量是2个差不多的，因为我通常玩赛罗利的危机都是2个账号一起开。我是觉得这个对比起来还蛮有趣的，也是给各位看一下，如果你的账号是在 CD 族王国跟在先锋王国有什么差距，不管是开销战斗的数量都是会有所差距的。最后这个画面你们在一般的王国应该是看不到的，就是丝绸之路。这个丝绸之路也是可以获得蛮多奖励的，但是这个丝绸之路是联盟一起完成的。当然这边难度选择越高的话，你们获得的奖励就会越多。在完全不选的情况下只能获得紫色的雕像，但是如果你们把这边的星星全部给勾起来，就可以获得金色的雕像，而且是2个，还可以获得170把的钥匙。当然这个活动也只能官员去选择而已，我们一般玩家是用不到的，只是给大家知道而已，难度会稍微高一点。以上就是周年庆活动的介绍了，这一个我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